你是不是也聽過這句話？一天最多吃一顆蛋，不然膽固醇會超標。這句話可能是台灣流傳最廣的健康守則之一。多少人早餐看着荷包蛋猶豫再三？多少阿公阿嬤把蛋黃挑出來只吃蛋白？多少媽媽煮了茶葉蛋，自己卻只敢咬2口？這一忍就是40年。但今天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你可能會有點生氣，這40年很可能忍錯了。2015年之後，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國的飲食指南做了一個很低調但意義重大的修改。他們悄悄把每日膽固醇攝取上限這一條拿掉了，沒有記者會，沒有大肆宣傳，就這樣安安靜靜的撤掉了。為什麼？因為累積了幾十年的研究擺在眼前，對大多數人來說，吃進去的膽固醇跟血管裡的膽固醇根本不是同一回事。那問題來了，如果蛋是被冤枉的，那這幾十年來讓台灣人血管越來越硬，健檢紅字越來越多的兇手到底是誰？答案可能讓你坐不住，那個真兇很可能每天早上就擺在你的蛋旁邊。他是誰？我們一步一步抽絲剝繭，看到最後你就知道為什麼心臟科醫師自己家的冰箱裡蛋從來沒少過。我們先回到故事的起點，看看雞蛋這樁冤案是怎麼定罪的。時間拉回上個世紀中葉，那時候歐美心臟病大爆發，科學家急著找原因。很快有人發現心臟病人的血管斑塊裡塞滿了膽固醇。順着這條線索想下去，邏輯好像很直觀。血管裡的膽固醇太多，那就少吃膽固醇高的食物吧。而膽固醇含量最有名的食物是什麼？就是蛋黃。一顆蛋黃的膽固醇含量差不多就接近當年定出來的一日上限。於是雞蛋就這樣被押上了被告席。蛋黃等於膽固醇炸彈的觀念，透過媒體、衛教手冊、學校課本，一層一層滲進每個家庭。那個年代連早餐麥片廣告都要強調不含膽固醇，好像膽固醇是什麼毒藥一樣。但這個推論有一個致命的漏洞，當年很少人細想，血管裡的膽固醇真的是吃進去的嗎？這就要講到我們身體一個很有意思的設計，你血液裡的膽固醇大約有7到8成是你的肝臟自己製造的，只有2-3成跟吃的有關。為什麼肝臟要自己做？因為膽固醇對身體來說根本不是廢物，而是重要原料。你的細胞膜需要它，荷爾蒙需要它，連幫助消化的膽汁都需要它。身體太需要膽固醇了，需要到不敢把主導權交給你，今天吃了什麼，乾脆自己開工廠生產。更妙的是，這座工廠還有自動調節功能。今天你蛋吃多了一點，肝臟偵測到原料進貨變多，就會自動把產線降速。你都不吃膽固醇，它就自己加班多做一點。一來一往，血液裡的膽固醇濃度其實被身體管得好好的。這就是為什麼大型研究追蹤下來，大多數人每天吃1顆、2顆，甚至3顆蛋，血液裡的壞膽固醇幾乎沒什麼變化。當然，凡事有例外，醫界估計大約有一部分人屬於高反應者，他們的身體對吃進來的膽固醇比較敏感，吃多了血脂確實會往上飄。另外，已經確診高血脂、有家族性膽固醇問題，或是醫師特別叮嚀過的朋友，聽醫師的，不要聽影片的。這點我們後面講，一天幾顆的時候，會分族群給出明確的數字。好，蛋黃的罪名洗清了一半，但我還要幫他多說幾句話，因為蛋黃不止無罪，它根本是功臣。很多人不知道，蛋黃是天然食物裡膽鹼含量數1數2的來源。膽鹼是什麼？它是大腦神經傳導物質的重要原料，跟記憶力、學習力關係密切。上了年紀的人最怕什麼？怕忘東忘西，怕腦袋鈍掉。結果呢，最怕腦袋退化的一群人，剛好就是被膽固醇迷思嚇得最不敢吃蛋黃的一群人。你說冤不冤？還沒完，蛋黃裡還有葉黃素和玉米黃素，這2樣東西會集中跑到你的眼睛裡，幫視網膜的黃斑部擋藍光抗氧化，是護眼的關鍵營養。再加上蛋白質，一顆蛋大約有7公克的優質蛋白質，氨基酸組成幾乎是教科書等級的完美。對於要對抗肌肉流失的中老年人來說，蛋是便宜又好消化的蛋白質模範生。一顆不到10塊錢，你去哪裡找這種 CP 值？趁着幫蛋平反的這個機會，我順便把市面上流傳的幾個
雞蛋迷思一次掃乾淨？這些問題門診天天有人問。第一個，迷思紅殼蛋比白殼蛋營養。抱歉，蛋殼的顏色只跟母雞的品種有關，跟營養價值幾乎沒有關係。紅殼蛋常常賣得比較貴，那是行銷，不是科學。你買蛋要看的是新鮮度和保存狀態，不是殼的顏色。第二個迷思，土雞蛋一定比較好。土雞蛋通常比較小顆，蛋黃顏色比較深，風味確實可能不同，但整體營養組成跟一般雞蛋差距不大。蛋黃的顏色深淺，主要反映母雞飼料裡的類胡蘿蔔素含量，飼料加了葉黃素，蛋黃就深。這不代表整顆蛋脫胎換骨，與其多花1倍的錢追土雞蛋，不如把錢拿去買深綠色蔬菜。第三個迷思，生雞蛋更營養，拌熱飯最補。這個觀念要特別小心。生蛋白裡有一種物質會妨礙生物素的吸收，而且生蛋有沙門氏菌的風險。對小孩、孕婦、長輩和免疫力比較弱的人來說，那碗浪漫的生蛋拌飯可能換來一場急性腸胃炎。蛋加熱到全熟或接近全熟，蛋白質的吸收率反而更好。想吃溏心蛋，買有洗選、保存良好的蛋，風險才壓得低。第四個迷思，蛋要放冰箱門邊那排蛋架，剛好放錯。冰箱門是全冰箱溫度最不穩定的地方，開開關關溫度上上下下，蛋反而容易壞。正確做法是，蛋連着盒子，盾端朝上，放進冰箱內部的層架。還有，台灣買的洗選蛋不要再用水洗一次，蛋殼表面的保護膜洗掉了，細菌反而容易鑽進去。把這些迷思清完，你會發現一個模式，我們在雞蛋這件事上花了太多力氣糾結不重要的細節，殼的顏色、土不土雞、生不生吃，卻放過了真正的大魔王。講到這裡，你心裡應該有個疑問，越來越大聲。既然蛋是好的，那心臟病、血管硬化、健檢一片紅字，到底是誰幹的？現在真兇要登場了，請你回想一下典型的台式早餐，荷包蛋旁邊配的是什麼？白吐司抹上乳瑪琳，再來一杯奶茶，也許再加一片火腿或培根。看出來了嗎？真正的問題從來就不是那顆蛋，而是圍繞在蛋旁邊的整桌配角。第一個要點名的是精致澱粉，白吐司、白麵包、蛋餅皮，這些精致澱粉下肚，血糖快速拉高，身體大量分泌胰島素，長期這樣刺激會推動肝臟把多餘的能量轉成三酸甘油酯，同時讓壞膽固醇變得更小、更密，更容易鑽進血管壁。這種小而密的壞膽固醇才是血管斑塊真正愛用的建材。你少吃了40年的蛋，卻天天用白吐司、白飯、白麵餵血管，這才是最大的諷刺。第二個真兇是反式脂肪和劣質油脂，早年的乳瑪琳、酥油、奶精，還有反復高溫回鍋的炸油，這些東西會直接拉高壞膽固醇，壓低好膽固醇，是名副其實的血管殺手。醫界對反式脂肪的態度基本上是沒有安全劑量，能避就避。第三個共犯是加工肉品，培根、火腿、香腸這些東西，高鈉、高飽和脂肪，還有加工過程產生的物質，長期大量吃，對血管和腸道都是負擔。你發現了嗎？一份早餐裡，蛋是整盤裡最無辜、營養密度最高的，結果它背了40年的黑鍋。真兇們反而天天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還常常打着清爽、植物性的招牌。既然講到血脂，我猜熒幕前一定有人手上正拿着健檢報告，看着那幾個紅字發愁。我用2分鐘教你把膽固醇報告看懂，因為看懂了，你才知道自己到底該不該緊張。報告上通常有4個數字，第一個是總膽固醇，這個數字其實參考價值最低，因為它是好的、壞的全部加在一起算，就像只告訴你全班總分，卻不告訴你是誰考好、誰考壞。第二個是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俗稱壞膽固醇，它負責把膽固醇運送到血管各處，太多的時候容易在血管壁堆積，這是醫師最在意的數字。第三個是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俗稱好膽固醇，它像資源回收車，把多餘的膽固醇載回肝臟處理，這個數字反而是越高越好。而且提醒你，
規律運動是拉高它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很多人不知道，好，膽固醇太低本身就是警訊。第4個是三酸甘油酯，這個數字跟你吃進去的精致澱粉、含糖飲料、酒精的關係，比跟吃蛋的關係大得多。所以下次看報告，別再只盯着總膽固醇一個數字自己嚇自己。壞膽固醇高不高？好，膽固醇夠不夠？三酸甘油酯有沒有爆表？這3個一起看才有意義。如果你的三酸甘油酯偏高，好，膽固醇偏低，那要檢討的10之8九是含糖飲料、宵夜、白澱粉和缺乏運動。把蛋戒掉基本上是打錯靶。講到這裡，我想說一個診間裡真實上演過的對照故事。主角是一對60多歲的親兄弟，哥哥是標準的養生模範生，聽說膽固醇不好，但整整戒了10幾年，早餐改吃他認為清爽健康的組合，白吐司抹花生醬，一杯柳橙汁，偶爾配個小餐包。弟弟則是被家人念不忌口的那一個，每天早上2顆水煮蛋雷打不動，配一碗燕麥加一根香蕉，周末才放縱吃頓豐盛的。兩兄弟前後腳去做健檢，報告一出來，全家都愣住了。戒蛋10幾年的哥哥，三酸甘油酯爆表，好，膽固醇偏低，脂肪肝中度，腰圍超標，天天吃蛋的弟弟，血脂全綠質，肝臟乾乾淨淨。哥哥拿着報告去問醫師，第一句話是：我連蛋都不敢吃了，怎麼會這樣？醫師只問了他一個問題：你不吃蛋之後，早餐吃什麼？這就是問題的核心。哥哥把蛋踢出早餐之後，空出來的位置全被精致澱粉和糖接管了。白吐司是精致澱粉，花生醬是糖加油，柳橙汁是去掉纖維的濃縮果糖。他以為自己在避開膽固醇，實際上是每天早上請三酸甘油酯的原料全家進門。而弟弟那份不養生的早餐，蛋白質、纖維、好的澱粉通通到位，血糖穩，飽足感夠，中午前連零食都不會想碰。10幾年下來，2份早餐走出2張完全不同的健檢報告。這個故事我建議你講給家裡那位堅持不吃蛋的長輩聽，因為他把今天整支影片的核心講完了。健康從來不是戒掉一樣食物這麼簡單，而是看你用什麼東西填補它留下的空位。戒掉好東西，補進壞東西，是最吃力不討好的養生。那到底一天可以吃幾顆蛋？我直接給你分族群的答案。如果你是健康的成年人，血脂正常，沒有特殊疾病，一天1到3顆都在合理範圍。研究看下來，這個量對大多數人的血脂影響很小，你可以安心把蛋當成優質蛋白質的主力。如果你是長輩或是正在對抗肌少症的人，蛋反而應該是你的好朋友。牙口不好、食慾差的長輩，一天2顆蒸蛋是攝取蛋白質最輕鬆的方式之一。如果你有糖尿病、高血脂、心血管病史，或是家族性膽固醇異常，不是不能吃蛋，而是你的總體飲食需要醫師和營養師幫你整體規劃。一般會建議從1天1顆開始，同時把重點放在減少飽和脂肪和精致澱粉。記住，你的敵人不是蛋，但你的身體需要更精準的管理。數量講完了，很多人會問，那蛋要什麼時候吃最好？答案是早餐，不是因為什麼神秘的生理時鐘，而是很實際的2個理由。第一，蛋白質有很強的飽足感，早上吃2顆蛋，你到中午前偷吃餅乾、麵包的慾望會明顯下降，等於用1顆蛋擋掉了一堆垃圾熱量。第二，台灣人的蛋白質攝取有個通病，早餐幾乎沒有蛋白質，全部集中在晚餐大魚大肉。但身體合成肌肉是全天進行的，蛋白質平均分配3餐，比晚上一次灌進去有效率的多。把蛋放在早餐，剛好補上台灣人最弱的那一餐。順便給你一個記憶口訣，這是營養學界排蛋白質來源的優先順位：豆、魚、蛋、肉，豆製品和魚排在前面，蛋排第3，紅肉和加工肉排最後。注意看，蛋排在豬牛羊前面。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晚餐的選擇是1塊五花肉或2顆蛋，營養學的答案是選蛋。這個順位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還一直活在蛋要少吃，肉多吃點沒關係的顛倒世界裡。再來講吃法，因為同一顆蛋煮法不同，命運完全不同。最佳吃法第1名，水煮蛋和蒸蛋。
不用額外用油，蛋白質好吸收，長輩小孩都適合。第二名，溏心蛋或水波蛋，加熱溫和，營養保留完整。第三名，用少量好油小火煎的荷包蛋，記得油溫不要冒煙。那最糟的吃法是什麼？高溫大火，油量豪邁的做法，像是油到會噴的老油條配蛋，反復回鍋油炸的蛋酥，還有加了大量糖漿醬料的蛋料理。高溫會讓油脂裂變，蛋黃裡的膽固醇在高溫氧化之後形成的氧化產物才是真正對血管不友善的東西。一句話總結，蛋本身無罪，但你用壞油高溫伺候它，它也會變壞。外食族先別急着關影片，你們的蛋攻略我也準備好了。超商的茶葉蛋是外食世界裡數一數二乾淨的蛋白質來源，一顆10幾塊，成分單純，比任何香腸熱狗都值得。便當店點菜，滷蛋永遠比雜物優先，自助餐夾一格蒸蛋比夾一格炸豆皮聰明。早餐店呢，點蛋餅不如點原味蛋吐司，不加美乃滋，因為蛋餅皮是精致澱粉加油去煎的大戶。真的要吃蛋餅，跟老闆說加一顆蛋，皮薄一點，也是一種止損。記住一個原則，在外食的世界裡，看得到完整蛋型的料理，通常都比看不到的安全蛋。一旦變成蛋液加工品，裡面混了什麼油什麼粉，你就很難掌握了。吃法講完，很多人會接着問，那我早餐到底要怎麼配，才能讓蛋發揮最大價值？這裡給你一個黃金三角的概念，一顆蛋，一份粗澱粉，一份纖維。蛋提供蛋白質和膽鹼，澱粉從白吐司換成燕麥、地瓜或全麥饅頭，血糖穩了，胰島素不亂飆，再加一份蔬菜或一顆芭樂，纖維幫你把整餐的吸收速度放慢。這樣一份早餐，成本可能比你原本的火腿蛋、吐司加奶茶還便宜，但對血管的態度完全是兩個世界。再講一個實際案例，有位72歲的林阿姨，10幾年來早餐都是白粥配醬瓜，但不敢吃，因為兒女孝順，聽說膽固醇不好就不讓她碰。結果健檢出來，她的白蛋白偏低，肌肉量掉到標準以下，走路開始沒力，反而血脂根本沒問題。營養師幫她把早餐改成1碗蒸蛋加半碗燕麥粥，3個月後回診，體力和精神明顯回來了。她的問題從來不是膽固醇太多，而是蛋白質太少。這是台灣長輩非常普遍卻很少被談的營養誤區，怕這個怕那個，最後把自己怕成了肌少症。如果你家也有長輩把蛋列為拒絕往來戶，請把今天這支影片放給他看。對多數長輩來說，蛋不是威脅，是他們最容易入口、最便宜的營養救兵。最後送你一份心臟科醫師自己也在用的1周雞蛋菜單，你可以直接抄回家。星期一，早餐2顆水煮蛋配燕麥和無糖豆漿，澱粉從白吐司換成燕麥，這一步就贏過80%的人。星期二，蒸蛋1碗，裡面丟一點蔥花和少許鮭魚碎。星期三，菠菜炒蛋，深綠色蔬菜的葉酸配蛋的膽鹼護腦組合。星期四，溏心蛋2顆放在糙米飯上配燙青菜。星期五，番茄炒蛋記得少糖，番茄的茄紅素和蛋是好搭檔。星期六，9層塔烘蛋用少量苦茶油小火慢煎。星期天休息日，來碗皮蛋瘦肉粥，換換口味也無妨。粥裡加點薑絲。菜單再往外延伸一點，蛋不是只能活在早餐，午餐的便當裡加一顆滷蛋，晚餐的湯裡打一顆蛋花，都是無痛加蛋白質的方式。如果家裡有人吃蛋奶素，蛋更是他們最重要的完整蛋白質來源，請務必留住。那萬一真的對蛋過敏，或就是不愛吃蛋的人怎麼辦？替代方案照樣有，1塊嫩豆腐、1碗毛豆、1杯無糖豆漿，都能補上蛋白質的缺口。重點是有意識的補，而不是讓白飯白麵默默把空位吃掉。另外提醒一個小細節，茶葉蛋和滷蛋雖然方便，但滷汁泡越久，鈉含量越高。有高血壓的朋友，1天1顆為限，其他的配額留給水煮蛋和蒸蛋。還有市面上的洗選蛋、機能蛋、葉黃素蛋，價差可以到1倍以上。如果預算充足，想買機能蛋沒問題，但如果預算有限，一般洗選蛋的營養就已經非常完整，把差價拿去多買一把深綠色蔬菜，整體效益更高。
再偷偷教你一招。如果你有睡前肚子餓，又怕吃宵夜的困擾，一顆水煮蛋是最不傷血糖的止餓選擇，幾乎零澱粉，飽足感強，比餅乾、麵包、泡麵這些宵夜常客好上100倍。很多減重門診的營養師都把水煮蛋列為安全宵夜清單的第1名。冰箱裡常備幾顆煮好的蛋，是最便宜的自制力。一整周下來，你會發現，把蛋放回餐桌，把白吐司、乳馬林、加工肉請下餐桌，這才是這40年來我們真正該做的事。結束前，快問快答處理幾個一定會出現在留言區的問題。第一題，有膽結石可以吃蛋嗎？很多人以為膽結石就要跟蛋絕緣，其實穩定期的病友通常不需要完全戒蛋，重點是避免一次大量的高油飲食，誘發膽囊劇烈收縮。炸蛋、奶油炒蛋這種高油做法才是地雷，水煮蛋反而相對溫和。當然，發作期或醫師有特別交代的，一切以醫囑為準。第二題，小孩和孕婦呢？蛋是孩子成長和胎兒神經發育都非常需要的食物，蛋黃裡的膽鹼在孕期尤其重要。孕婦要注意的只有一件事，蛋要全熟，避開生食風險。第三題，健身的人喝蛋白粉是不是就不用吃蛋了？蛋白粉是補充品，它補的是量，補不了蛋黃裡的膽鹼、葉黃素和各種微量營養素。預算有限的話，先把真食物吃夠，蛋白粉是最後才考慮的加購項目。第四題，天天吃蛋會不會膩？會，所以才要換着做，水煮、蒸、炒、烘、茶葉蛋、溏心蛋。蛋是全世界做法最多變的食材之一，膩了不是蛋的問題，是菜單的問題。回去看剛剛那份1周菜單，照着輪就不膩了。我們今天講了這麼多，你只要帶走3件事。第一，血液裡的膽固醇7-8成是肝臟自己做的，對大多數人來說，吃蛋不等於膽固醇超標。第二，真正該防的是精致澱粉、反式脂肪和加工肉，它們才是躲在蛋旁邊40年的真兇。第三，水煮、清蒸是蛋的最佳吃法，高溫壞油才會讓好蛋變壞。最後想問問你，你家有沒有那種蛋黃都挑掉只吃蛋白的家人？或者你自己就忍了幾十年不敢多吃蛋，